今年4月，当小米把 Mi V 2.5 Pro 拍在桌子上，跑分遥遥领先的时候，全网都在高呼雷军又赢了。卖手机，他干到了全球前3；造车，让同行笑着进场，撇着嘴离开。现在搞大模型，又一脚踹开了第一梯队的大门。你发现没有，雷军总是赛道里最晚进场的人，但又总能一拉开椅子就坐上主位。他天天被调侃是营销之神，是带着剧本下凡的现实版大男主。但小米走到今天，真的只靠发布会上的造梗和纯粹的命好吗？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我们就撕开营销的表象，看看那个曾经被微软按在地上摩擦、被传统商业死局困住的中年人是如何顿悟了互联网公司这把终极武器，一路杀回牌桌。而在被 AI 浪潮裹挟的今天，当这套打法被用到极致，小米又将头也不回地走向什么样的丛林？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雷军在创立小米之前的岁月，那可能是战术上的中关村劳模，战略上的时代弃儿。我们把时间拨回1990年，21岁的雷军遭遇了人生的第一顿毒打。他和3个同学合伙创办了三色公司，做电脑汉卡，很快就把产品干出来了。结果刚一露面，底层代码就被资金雄厚的大厂直接照办，再用成熟的生产线和价格战瞬间实现反杀。4个年轻人穷到快没钱吃饭，公司也倒闭散伙。毕业后，因为崇拜裘伯君，他加入了只有5个人的金山，想做中国最好的软件，很快又迎来了第2顿毒打。为了对抗强势杀入的微软，他带着团队耗资2000万，历时3年死磕代码，做出了盘古。但由于闭门造车，缺乏市场调研，盘古上市半年只卖了2000套，公司账上惨到只剩10几万，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骄傲的雷军想不通，这么好的产品怎么就是卖不动？他决定一竿子捅到底，亲自跑去中关村最大的软件店占柜台。前3天，他拉着顾客疯狂标技术名词，结果1套都没卖出去。第4天，他闭上嘴了，死死盯着店里的销冠看。他猛然发现，销冠从不主动推销，而是先倾听客户到底要拿电脑干嘛，再顺水推舟拿出产品和宣传册。雷军如梦初醒，用户根本不在乎你的代码有多牛，他们只为自己的需求买单。7天后，雷军已经成为了店里的销冠，而靠着这个顿悟，金山做出了电脑入门等一批用户真正需要的产品，公司总算活了下来。但雷军自己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他亲手证明了战术上自己什么都能干，但战略上跟微软这场仗他看不到任何赢的希望。作为一家勉强活着的公司，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1996年4月，心灰意冷的雷军递交了辞呈，但裘伯君没批，反手给他放了半年假。那半年，雷军每天睡到自然醒，要么混迹于各大 BBS 论坛，要么去泡吧蹦迪，甚至认真盘算过开个酒吧聊子残生算了。有一次真的觉得干不下去了，就特别想转行去开酒吧。但命运的伏笔往往埋在最低谷。正是在这半年摆烂期，作为 BBS 版主的他，在网上认识了2个同样喜欢灌水的年轻程序员，一个是宁波电信局的工程师，名叫丁磊；另一个在深圳一家叫润讯的寻呼机公司当程序员，名叫马化腾。看着这俩人在帖子里火热的描绘未来的网络世界，雷军心里那团快要熄灭的火又慢慢烧了起来。1996年，雷军重振旗鼓，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不再跟微软硬碰硬，而是带着以战养战的新战术杀了回来。顺着站柜台时领悟到的先听用户再做产品的思路，他之后掀起了震惊全国的红色正版风暴，把金山标价168的正版软件一刀砍到28块，3个月后卖出了上百万套。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尝到极致性价比的甜头，用极低的门槛去换海量的规模效应。但他懂了产品，懂了人性，却依然没能赢下那个时代。接下来的10年，雷军眼睁睁地看着互联网的时代列车从自己头顶呼啸而过。作为一天工作16小时的劳模，当年那2个在论坛泡吧的好homie，已经乘着中国互联网的狂风扶摇直上，做出了网易和腾讯。而雷军自己呕心沥血孵化的电商网站卓越网，却没能熬过资本寒冬，卖给了亚马逊，并且在卖完短短3年后，电商在中国就彻底爆发了。2007年，37岁的雷军终于带着金山在香港敲钟上市，市值53亿港元。但看着几十倍市值的腾讯、阿里、巨人，雷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金山从骨子里依然是一家传统软件公司，受制于生产周期和各种渠道商。在上市2个月后，雷军就辞去了 CEO， 而他转身想要寻找的那家公司，绝不能有压死人的库存，绝不能受制于傲慢的渠道，必须直接面对海量用户，有超高的效率运转。它不能叫软件公司，也不能叫硬件厂，它只能叫互联网公司。这5个字具体落地长什么样呢？经历了曾经的2顿毒打和10年的错过，雷军并不急于出手，他先是退到幕后做天使投资人，看看别人是咋起飞的。从优秀浏览器到拉卡拉欢聚时代，3年的旁观换来了一个迟到的顿悟。金山的溃败从来都不是不努力，而是打法不对。
顿悟之余，雷军摊开了一张在当时看来异想天开的大饼，是蓝图，软件、硬件、互联网。雷军称之为铁人三项，意思是三项全能，缺一不可。在他的预设里，手机只是撬动移动互联网的最小载体，硬件终将沦为不赚钱的流量入口。所以他要用硬件砸开大门，用软件黏住用户，最后靠后端的互联网生态对传统商业完成真正的降维打击。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视角看这张饼，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也是这张饼帮小米带来了一大帮互联网和大厂的极客，谷歌的林斌、洪峰，不远的黄江吉，摩托罗拉的周光平，金山九部李万强，顶级设计师刘德等等等等。2010年4月6日，中关村的银谷大厦，13位初创团队成员围坐在一起，喝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小米正式起盘，定位非常清晰，不是手机厂商，不是配件厂，就是互联网公司。而小米的第一款产品也确实不是手机，而是米 UI， 一个深度定制的安卓系统。因为互联网公司的起盘逻辑必须是轻资产、快迭代。雷军此刻第一次发挥了他曾经作为 BBS 版主的基因，和当时小米的工程师们泡在论坛里，天天收集发烧友的骂声和建议。苹果的系统一年一更，米 UI 硬生生搞出了周更。上周用户提的槽点，下周直接装进你的手机里，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参与感，让小米在连手机图纸都没画出来的时候，就死死绑住了一群极客。而第一批敢拿自己的主力机刷机的100个死忠粉，他们的名字被郑重刻进了米 UI 的开机画面，同时配了7个大字：感谢勇敢的上帝。1年后，软件生态的温床铺得差不多了，小米的硬件才正式登场。2011年8月，出在小米手机发布，当雷军甩出碾压同行的顶配参数，并在大屏幕上打出1999元的瞬间，全场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狂吼。更绝的是，这款手机只在小米网首发，没有线下渠道。当年在金山被渠道商卡脖子的痛，他绝不允许重演。纯粹的电商直销，把传统厂商层层加价的利润空间一刀砍掉，全额返还给消费者。那时候全世界都以为这个穿着黑 T 恤、牛仔裤的雷军是在像素级对标乔布斯，大家也都喊他雷不死。但雷军真正对标的其实是亚马逊，就像亚马逊把 Kindle 阅读器按成本价甚至亏本卖，就是为了把你拉进他的系统，然后靠后端的数字生态和 Prime 会员持续赚钱一样。小米直接剥离了手机的硬件暴利，把它变成了一张把你拉进小米生态的门票。换句话说，从始至终，小米手机只是被雷军搬上互联网货架的第一件引流爆品。然而，小米手机最初的登场迎来的是同行的冷嘲热讽，大家都觉得那套搞流量、搞抢购的互联网思维只不过是轻资产的投机取巧，做个手机得了，真碰上重资产的硬核制造业肯定得死。面对嘲笑，雷军一个反手就继续复用了这套互联网模式，一路杀进了这个所谓最传统的制造业。2013年，雷军下令开始做手机周边。为了降维打击，他做紫米充电宝时单件成本77元，他敢69元亏本卖，赌的就是传统制造商根本不敢想的规模效应，靠着极限的低价让销量瞬间破千万，再反过来利用规模把供应链成本断崖式砍下来，最终不仅没亏，还重写了整个行业的价格基准。紧接着是2016年，小米遭遇生死低谷，因为缺乏线下门店，销量暴跌到全国第5。雷军亲自接管，面对手机利润只有2%到5%，交不起实体店昂贵租金的死局，他给出了一套天才解法，把高毛利的净化器、台灯、扫地机全塞进小米支架。用户今天看手机，顺手买走台灯，靠着生态链产品极高的连带率，硬生生把实体店撑活了。这在商业上就把互联网的流量复用完美搬进了物理空间。但充电宝和小米支架都还只是前菜，这套打法的终极试金石是雷军人生中最难的一道题，也是最重资产的100年行业——造车。2021年1月，一道突如其来的制裁令砸了下来，小米被美国列入涉军企业。在紧急召开的董事会上，有人问了一个极其现实也极其让人后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手机业务真的做不成了，这3-4万人干什么？经过70天的高强度调研，雷军做出了人生最后一次的重大创业决定：造车，投100亿人民币，技术自研，自建工厂。消息一出，很多人认为是小米走投无路了，甚至是临时抱佛脚。虽然在宣布造车之前，雷军早就通过顺为资本默默投资了蔚来、小鹏以及上百家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和电池供应链企业，但做投资人和自己下场造车确实是实打实的两码事儿。
而面对这一台重达2吨的精密机器，50多岁的雷军并没有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他骨子里好像还是那个愿意去站柜台做销售的程序员。他为了真的懂车，亲自去考了赛车驾照，跑遍了全国的 4S 店，试驾了170多辆车，密密麻麻写下了20万字的试驾笔记，甚至跟着团队去了零下40度的黑河和50度的吐鲁番做极端路面测试。接下来的故事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熟悉的雷军又回来了，他的 BBS 版主基因再次发动，他让用户在网上投票喜欢的车身配色，他在社区里引发全民讨论小米汽车到底卖多少钱，在微博上连续热几个月参数细节。2024年3月28日，当21.59万的价格喊出来时，全网都沸腾了。24小时狂揽近9万个大订，同行来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当天晚上就有多睡不着觉。你看，这一套把用户参与感拉满的互联网基因，被完美毫无违和感的移植进了最重资产的汽车工业里。充电宝、线下门店、新能源汽车3个截然不同的行业，用的其实是同一套打法。但小米汽车的成功仅仅靠互联网思维和版主的号召力是不够的。如果往脚底下看，雷军还踩着一张极其庞大也极其恐怖的底牌，中国彻底成熟的顶级供应链。你仔细回想一下时间线，2011年做手机，高通的芯片方案，谷歌的安卓系统，富士康等代工厂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2013年做生态链，它采用的是中国珠三角无数的传统工厂，空有产能，但苦于没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痛点。到了2021年造车，特斯拉、蔚来、小鹏和理想早就硬生生把中国的新能源电车、电机、一体化压铸等上下游产业链彻底熬熟了。但也因为这样，有人开玩笑说小米没有核心技术，只会等别人躺完雷再来摘桃子。但问题是，全中国有那么多大厂，为什么只有雷军能把这套成熟的供应链发出最恐怖的杀伤力呢？因为制造业从来不缺顶级的产线和零部件，而是一个能用极佳的审美定义产品，用一套统一的软件系统打通底层，再用几亿的用户流量完成海量分发的超级产品经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面对 AI 这个全新赛道，雷军依然是那个晚来的人，但他却有底气直接踹开第一梯队的大门。今年1月，在小米年度技术大奖颁奖典礼上，雷军放出了狠话。2026年，小米预计将在一款终端产品上实现自研芯片、自研 OS、自研 AI 大模型的大会师。你看，芯片、操作系统、大模型这3样东西，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科技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雷军要把它们在一个产品上彻底接通。我们把时间拨回2-3年前，外界看到小米不断把战线拉长，更多的是嘲笑。2023年，当小米最初宣布要砸重金下场4颗大模型的时候，资本其实并不买账，股价也承压严重。市场认为大模型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吞金兽，是一个纯粹的烧钱游戏。大家都在质疑，难道小米你浓眉大眼的也染上了大公司病吗？什么都想做点儿。但雷军极其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小米拥有了巨无霸的体量，还硬生生地保住了那颗属于初创极客的灵魂。面对质疑，小米的 AI 团队在95后天才少女罗芙莉的人的带领下，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执行力。从去年底的 MIMO VR Flash 到今年的 VR Pro， 再到4月底的 V 2.5 Pro 登顶全球开源榜单。在此期间，他们甚至像当年的极客一样，在 OpenRouter 平台上披着 Hunter Alpha 的马甲，偷偷进行匿名的霸榜测试。而且因为表现过于生猛，让大家一度以为是跳票 N 次的 DeepSeek V4 来了。这种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的模型迭代速度，像极了14年前那10几个在中关村银谷大厦里熬夜敲代码做MIUI 的初创团队。而且小李自己注册 MIMO 领 token 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小的细节，页面显示我其实早就有小米账号了。后来一想，可能是几年前买体重秤时顺手注册的。这个细节很小，但让我浮想联翩。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啊，大模型上线第一步就是重新找用户。即使一些大厂推出的 AI 产品，也不一定会和大厂自己的账号直接打通。但小米呢，早就通过手机、手环、体重秤、电视、汽车这些各种各样的场景，把用户和设备接入了同一个账号体系。所以 MIMO 对于小米来说，更像是直接诞生在了一个早就存在的生态里。比如我现在喊一嗓子，小爱同学，有被唤醒设备的请打个1。你看，小米花了整整16年，用手机、家电、汽车悄悄铺设了超过10亿个神经元节点。这期间，雷军扛过了嘲讽，扛过了低谷，用1999元的手机锁住了用户，用最全的生态链产品支撑了网，用苏系汽车拿下了最复杂的数据场景。直到今天 ，MIMO 的心脏跳了起来。如果这颗大脑能顺利接入 HyperOS， 贯穿几亿台手机和汽车，16年前那张 PPT 上的逻辑链不仅能够实现闭环，甚至会变成一颗无法被替代的飞轮。当然了，
以上还只是小李在理论层面的发散讨论，用户买不买账，市场买不买账，我们大可静观其变。因为实现梦想总少不了付出，而一部分代价已经写在了小米的财报上。去年小米研发投入了331亿元，未来5年雷军还要把研发投入推到2000亿元以上。汽车、芯片、AI、机器人、电池，每一条路都是高投入、长周期、强竞争的战场。他们集成一个系统，想象空间会变大，但任何一环拖慢，都可能变成小米的负担。雷军可以用互联网公司这5个字重做手机、充电宝、汽车，但接下来要啃的骨头，要等的是最底层的光刻机，是极慢周期的基础材料学，靠极致的性价比和粉丝参与感是绝对啃不下来的。用雷军的话说，小米已经从一家互联网公司坚定地迈入了智能制造的新战场。也许正是他已经预感到曾经的打法已经走到了极致，接下来的深水区不再有捷径可走，不再有降维打击，那是一片拼硬核技术、拼基础科学、真枪实弹的残酷丛林，而56岁的雷军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好，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屏幕前的你觉得在这片硬核科技的丛林里，小米还能延续它最晚进场、最快上桌的奇迹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过几个月再来挖坟对答案。说个题外话，从稀土到商业航天到苹果换届，小李视频的挖坟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我总感觉是 AI 时代把我们的人生都加速了。今天我录视频的时间是5月5号，到视频发布，不知道小米会不会又推出了新的模型，业内又会有什么大新闻、大动作，把小李的观点完全推翻了。有的话，请即刻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啪啪给主播打脸。另外，如果你还想了解哪家公司、哪位创业者，也欢迎在评论区继续点菜哦。如果这期视频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收获，或者有那么一个瞬间头皮发麻的话，请一定要给小李点个赞、投个币，你的3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